聊起那个晚上，其实挺多细节挺值得回味的。你如果当时在现场，或者哪怕只是隔着屏幕看饭拍的视频，大概也能感觉到那种突然被抽干了空气的窒息感。舞台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个造梦的地方。灯光一暗，音乐一响，干冰的白雾贴着地皮蔓延，舞者们在光影里穿梭，一切都安排得严丝合缝。观众坐在台下，或者举着手机看直播，心里预期的就是一场完美的秀。周深嘛，大家都知道，那嗓子一出来，空灵通透，能把人直接拽进他的音乐世界里。可就在这张精心织好的网里，突然就破了一个洞，不是那种可以糊弄过去的小瑕疵，而是那种让你浑身难受的错位。伴舞的动作跟他的拍子彻底岔开了，就像你听一首特别顺耳的歌，突然有人在旁边用指甲刮了一下黑板，那种感觉太刺耳了。在快节奏的段落里，音乐的鼓点砸得人心口发颤，可伴舞的肢体却慢了半拍，或者走位偏了寸许，那种视觉和听觉上的撕裂感是藏不住的。然后全场都看到了那一幕，周深没有像很多歌手那样用夸张的表情去掩饰，或者强行用走位去凑，他就那么站着，在聚光灯最亮的地方，抬起手，做了一个请离场的手势。没有预兆，没有彩排过这种桥段，他就是那么平静的把身边的伴舞团队请下了台。那一刻，时间好像真的停了几秒，台下几千双眼睛，屏幕前几万几十万双眼睛全都盯着他。旋律还在走，但他身边的位置空了，他就那么一个人站在偌大的舞台中央，深吸了一口气，接着把剩下的歌唱完。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不是因为觉得他做错了，而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太扎人了。在娱乐圈这个习惯了和稀泥，习惯了表面笑嘻嘻的地方，他这一手断舍离简直是把遮羞布一把扯了下来。咱们平心而论，换个角度想想，周深当时心里在想什么？他是个对舞台有洁癖的人，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了一个高音一个转音，能在录音棚里磨上几十遍。到了现场，几万人买票来看他，他怎么可能容忍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凑合的状态？对于站在 C 位的周深来说，那种感觉就像是齿轮里卡进了沙子，他每唱一句都在被这种错位感拉扯。其实娱乐圈里遇到这种突发状况，常规的解法是什么？是演下去，哪怕心里骂娘，脸上也得挂着笑，用眼神去示意，用肢体去靠拢，硬生生的把这个失误给圆回来。毕竟直播不能断，演出不能停，这是行规，但周深偏不，他停下来了。他选择了最笨也最直接的方式，叫停。他用手势让伴舞退场，没有摔话筒，没有当场发飙，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得太厉害，就是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他宁愿舞台空下来，宁愿自己一个人扛下接下来的演唱，也不愿意用一个勉强的充满瑕疵的完整去糊弄那些花钱买票满怀期待的眼睛和耳朵。你想想那个画面，其实挺让人心疼的。他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中央，灯光打在他身上，影子被拉得很长。那一刻，他不仅是在唱歌，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捍卫他心里那条不容退让的底线。这事儿一上热搜，评论区直接就炸了，而且裂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半。一半人，包括很多业内人都在替他叫好，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这才是对舞台的敬畏。现在太多演出了，假唱、半开麦、伴舞划水，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周深这一出，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舞台不是菜市场，不能差不多就行了。他作为主唱，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把控最终呈现的质量。这种零容忍才是一个顶级歌手该有的样子。但另一半声音听着也挺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很多人说周深太不近人情了，伴舞也是人啊，也是辛辛苦苦打工的幕后人员，谁还没个失误的时候？你就算心里再不满，下了台怎么骂都行，当众把人赶走，这不是当众打脸吗？这让别人以后在圈里还怎么混？这种说法其实挺能引起普通人共鸣的。毕竟咱们都是打工人，谁没在工作中犯过错？谁没遇到过领导不留情面的批评？大家在职场里摸爬滚打，早就习惯了人情世故4个字。我们习惯了互相给台阶下，习惯了看破不说破，习惯了在瑕疵里找平衡。所以当周深把这种不留情面搬到几万人面前的舞台上时，很多人觉得被冒犯了。他们觉得你周深已经是顶流了，赚的比伴舞多得多，你就不能包容一点吗？就不能有点人情味吗？可是什么是真正的人情味？是在舞台上陪着一起糊弄，最后让观众的体验大打折扣，这就叫人情味了吗？周深后来回应过这件事，大意是说，舞台上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表现负责。他不想欺骗观众这句话其实挺重的。
他戳破了一个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在商业演出里，观众才是最终的买单者。伴舞确实辛苦，但观众买票看的是周深，是这场秀的整体质量。当伴舞的失误已经严重到破坏了整场演出的核心体验时，周深作为核心，他必须做出切割。这就像是一个项目经理在最终汇报的时候，发现团队里有人把核心数据搞错了。他是该为了照顾同事的面子，硬着头皮把错误的数据讲完，还是该当场纠正，哪怕让场面一度尴尬？周深选了后者。他宁愿承担难搞、不近人情的骂名，也不愿意交出不及格的答卷。其实，把这件事往深了挖，他触及了娱乐工业里一个特别残酷的悖论。我们在台下看到的是梦幻，是唯美，是灯光交织出来的乌托邦。但在这个乌托邦背后，运转的却是铁一般的纪律、效率和容错率极低的规则舞台及江湖。这个江湖里没有那么多温情脉脉，伴舞团队辛苦吗？当然辛苦。大夏天的，穿着厚重的演出服，一遍遍地走位、记动作，可能排练了几个月，就为了台上这3分钟。那个被请下台的伴舞，当时脸上的错愕和委屈，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得到。他们或许是因为太紧张，或许是因为耳返出了问题，或许就是单纯的一个走神，但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没有或许，观众只认结果。在那3分钟里，观众的眼睛只盯着那个站在中央发声的人。主唱就是这场秀的灵魂，也是最终的责任人。周深把代价当场清算，不留情面，不拖泥带水。这不是他第一次被贴上难搞的标签。听说他在排练的时候，对细节的抠搜程度能让很多工作人员崩溃。但这一次，他是把这种难搞赤裸裸地展示在了公众面前。有人说，他这是仗着自己红，耍大牌，但说句公道话，如果他是个胡咖，他敢这么做吗？他大可以嘻嘻哈哈地糊弄过去，反正也没人在意。正因为他站得足够高，他才有底气去坚持这种近乎苛刻的完美，这也是一种悲哀。当差不多就行了成为行业常态的时候，那个坚持必须完美的人，反而成了异类。那个夜晚，伴舞离场时的背影，确实让人心酸。但周深一个人站在台上，继续唱歌的背影，同样让人动容。这两种心酸和动容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娱乐圈最真实的底色。认识周深的人都知道，他骨子里有一股轴劲儿。从当年在《好声音》的舞台上用一手欢颜惊艳四座，到后来一步步走到今天，他靠的不是什么资本运作，也不是什么流量人设，就是实打实的业务能力。他对声音的控制，对音乐的敏感度，是老天爷赏饭吃，也是他自己一口一口啃出来的。他太知道一个完美的舞台是什么样了，所以他眼里揉不得沙子。这次的事件其实也是他性格的一种必然延伸。他不是一个圆滑的人，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里，不圆滑是要吃大亏的。但他似乎并不在乎，他更在乎的是自己心里的那杆秤。他说过，他不愿用一个勉强的完整来欺骗台下那些花钱买票的眼睛和耳朵。这句话其实挺让人感动的。在这个习惯了割韭菜、习惯了敷衍了事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把观众当回事？还有多少人愿意为了对得起那张门票，去死磕每一个细节？他做到了。哪怕代价是被网暴，哪怕代价是得罪人，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在这个充满妥协的世界里，有些人选择对完美负责，哪怕这意味着要亲手打碎一瞬的和谐。这或许正是他能够站上顶峰的原因，也是他注定要承受争议的理由。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他选择了极致的专业，就必然要承受极致专业带来的反噬。人情世故的指责，他只能受着。事件过去几天了，热搜早就换了又换。网友的注意力也被新的八卦吸引走了，但这件事留下的思考，其实远没有消散周深的做法。究竟是职业精神的胜利，还是人情温度的缺失？恐怕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站在打工人的角度，我们会同情那些被当众赶走的伴舞，觉得周深太冷血；站在观众和行业的角度，我们会赞赏他的专业，觉得他就该这么干，这就是现实。立场不同，看到的风景就不同。但无论如何，那一夜的舞台留下了一个孤独而坚定的背影，他站在那里，像一座孤岛，也像一座灯塔。他让我们看到，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里，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对舞台的敬畏。也许下次当我们再坐在台下，或者再点开一场直播的时候，我们会想起那个夜晚，想起那个为了不让观众失望而选择得罪所有人的周深，想起那个在完美与妥协之间毅然决然选择完美的背影。这大概就是艺术最残酷也最迷人的地方吧。